嗨嗨，我是凯莉。今天的故事我认真觉得后劲很强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那么故事开始咯。这是从好哥那边听来的故事。好哥呢是我们单位资深的学长，从警呢超过20年，人亲切好相处。有一次晚上，我跟他在车上巡逻闲聊，他突然问我：你相信喇叭锁可以拿来结束生命吗？喇叭锁？门的那种锁吗？对，就是那种，而且是用坐着的姿势。豪哥说这是他刚毕业的时候的故事。那时候呢，他刚进入刑事单位，对于刑警工作一知半解，还在学习及摸索的阶段。那个时候单位的老学长很机车，除了会摆架子推案件以外，碰到事情常常站在旁边用嘴巴指导。某一天晚上，他接到勤务中心转接的案件，那是在一处民宅内有女子想不开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于是他跟当时带他的学长一起赶到现场。到场的时候，派出所的制服学长已经拉起封锁线。制服学长跟带他的学长有认识，而带他的学长就叫豪哥自己一个人继续处理。他们两个人就站在封锁线外面抽烟聊天。豪哥只好自己走进民宅。他说呢，当时客厅是有开灯的，但是他在客厅寻找并没有看到遗体，于是他又走出门外问学长遗体在哪。派出所的制服学长就边抽着烟边眼歪嘴斜地说：新来的吗？在客厅旁边的房间里啦。豪哥见他两位老兄完全没有要踏进封锁线的意识，他又只好转头走回民宅。走到客厅旁边，果然有一个房间，房间的门是关着的。他戴上手套想把门推开进入房内查看，但发现门似乎被什么东西挡住，于是他只好出力用蛮力往前推，门这个时候才缓慢的被推开。豪哥走进漆黑的房间，他用手轻轻的触着门旁的墙壁，希望可以摸到电灯开关。豪哥说，当时他摸着摸着，他的脚突然踩到软软的东西，触感类似人的身体，这让他吓了一跳，赶紧摸索着墙壁，希望打开电源一看究竟。过了几秒，他终于摸到电源开关了，啪的一声，房内的电灯打开了。你猜我当时看到什么？我这一辈子都记得。他说，在房门的正后方，一名年轻女子穿着蕾丝睡衣，拿绳子连接门的喇叭锁，用坐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门边还有一些排泄物，样子非常的不好看。那个年轻女子距离豪哥不到1步的距离，这个景象让他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。他先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，冒着冷汗。他在现场冷静了几秒后，脑袋一片空白的拿出相机开始工作。他拿起相机开始对着女子及现场拍照。刚刚的近距离接触让豪哥只想赶快拍一拍，尽快离开这个现场。依照程序处理完之后，他走出去民宅外，两名学长仍然站在封锁线外聊天。见到豪哥铁青的脸，两名学长开始嬉笑嘲讽，看他的表情一定被吓到了吧。进现场要自备手电筒吧，连这个都不懂。好了啦，人家是刑警3组刑事部他没有搭理两名学长，只想赶快把事情处理完。回到办公室后，他拿出摄影机开始整理照片。现场拍的照片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有几张拍到女子脸部的照片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看起来模糊不清。他拿着照片问带他的学长，学长看了看后就说：你进去后就直接拍照吗？对啊，是相机的问题吗？没有啦，你都没有先问一下哦。学长又抽着烟问着他，问一下，要问谁？你要问死者啦，跟他说你要工作，跟他讲一下啦，在心中默念也好，直接就拍真没礼貌学长说完就走了。豪哥一开始还不太相信，觉得也许只是巧合吧。但他回家睡觉的时候，当天就做了噩梦，梦到那名年轻女子用着一种不自然的坐姿，眼神恶狠狠地瞪着他看。
豪哥被吓醒后揉了揉眼睛，发现他看东西开始变得模糊，看任何东西都是眼前都有种雾雾的感觉。虽然不至于到影响生活的程度，但就是会让他感到不舒服。接连几天他都梦到一样的怪梦，也让豪哥感到不对劲了起来。于是豪哥呢，就趁着放假的时候去认识的宫庙收金。处理的时候，师傅说他被一个女生跟了。其实呢，那个女生也没有要怎么样啦，只是希望豪哥可以道歉。因为呢，豪哥踩到他的腿，但一直都没有表示什么。豪哥听完诚信的跟师傅说：我道歉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在意。然后我去现场是因为工作，我忘了要知会一下。说也奇怪，豪哥说就在他讲完这些话后，本来看东西模糊的视觉就好像近视的眼睛戴上眼镜般，慢慢的恢复正常，看东西逐渐变得清楚，睡觉也都是一觉好眠。豪哥对我说，这件事情发生后，不管到任何的现场，他都会在心里默念，向无形的万物说一下，祈求顺利。接着豪哥又对我说，处理的师傅告诉我，你的眼睛是不是这几天都看不清楚，有点雾雾的这样。那是因为他一直坐在你眼前看着你。今日份的故事已结束了，大家还喜欢吗？我真的觉得后劲很强耶，大家觉得呢？之前我弟弟当消防替代役的时候，他说有一次到一户民宅，里面的住户已经往生很久，消防队的学长在进去前要他们离远一点，结果门一打开那一瞬间，他说那个味道真的永生难忘。不过呢，要是大家发现自己眼睛雾雾的，还是有飞蚊或浮游生物在飘的感觉的话，要赶快去看医生哟。最后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我们每周六晚上8点半见。但因为现在有小凯莉产生中，若是出片时间有更动，就会发布在 YT 社群贴文、IG、FB 还有 LINE 官方账号通知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呢。嗨，我是凯莉，欢迎来到凯莉宿走走。今天呢，要分享一个警察朋友的真实经历故事。那么故事开始了。外勤派出所呢，警察要管的事情太多，工作内容包山包海，还包被骂。平时要应付各种杂七杂八的业务，过了深夜还要对抗日夜颠倒的生理作息。说警察的一天是常人的1个礼拜也不为过。那一天下午呢，我跟一名同事搭配着在辖区内巡逻，当时我们正在驱赶辖内交通要道的违停车辆。这时候呢，我胸前的无线电就发出了令人恐惧的声音：山沟呼叫山洞3，山沟呼叫山洞3。山洞3呢，是我在派出所内的无线电代号，所内值班的同事正在呼叫无线电派遣案件。我回答，山洞3回答，在中正路87号有民众报案，说他机车不见，你们过去看一下，到达后回报。收到，现在过去。我对同事呢摆了摆手，迅速将违停的车辆都赶走取缔后，我们马上回到了车上，赶赴上面的案发地址。到了现场是一个看起来颇为老旧的透天老宅，从黄黄雾雾的玻璃门可以隐约看到里面有神明坛，里面供奉着什么神明，我则是看不太清楚。